咁啊 Breitling 咧未必每個人都好深入咁去認識佢哋，但如果你係錶迷嘅話咧，一定會認識得 Breitling，係因為佢哋嘅計時嘅機芯咧實在太過出名，亦都曾經咧喺1969年咧參與爭奪首個自動計時機芯嘅名義添。而另外一諗起 Breitling 咧，就會諗起翻 Navitimer 飛機師手錶呢個咁 iconic 嘅系列啦。因為 Navitimer 實在太過經典啦，價錢相對而言都仲算係好合理。咁你買到歷史啦，買到一個實用性，加上一個咁經典嘅款式呢，而 Breitling 有一種咧默默耕耘，一直做好自己嘅一個牌子啦。咁一方面呢，佢就未算係 under 任何一個大鐘錶嘅一個集團啦。咁有好有唔好嘅，好嘅就係可以自由發揮啦，唔受到集團嘅限制。唔好嘅就係冇集團式嘅支援。咁 anyway， 只要用心做鐘錶，就係一個好嘅牌子啦。而今年呢，正值係 Breitling 當中嘅 Navitimer 70嘅週年啦。喺1952年嘅時候呢，一個同航空有關嘅一個組織咧，叫做 AOPA 咧，就同 Breitling 聯手合作，咁推出咗 Navitimer 嘅手錶嘅。咁 Navitimer 嘅意思就即係 navigation 加呢個 timer 嘅一個意思啦，所以就叫做 Navitimer， 亦都成為咗民航機機師嘅一個最佳手錶嘅 partner。咁 Pilot 錶大家就一定聽過啦，咁但係老老實實啦 ，Pilot 錶一般除咗大隻之外，易閱讀之外，咁就好似冇咩同 Pilot 有關嘅一個功能。咁但係 Navitimer 咧係真真正正嘅一隻好實用嘅飛行員手錶嘅。咁呢個功能呢，其實就係一個飛行嘅滑尺，好多飛機師呢，到今日呢，其實一樣都會用呢一個功能嘅。我亦都會喺影片嘅後半段啦，介紹一下呢個飛行滑尺到底點樣使用嘅呢。而我今日身處嘅地方呢，就係 Breitling 喺澳門銀河嘅一個 pop-up store， 相當之用心啊，認真製作，係以一個飛機艙為一個設計嘅主題嘅。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個用咗引擎作為一個靈感嘅一個裝飾啦，非常之吸引嘅。咁一行入去呢，就好似入咗一個飛機艙一樣咁啦，真係好掛住去旅行嗰個感覺啊！咁一邊呢，就放住咗極度罕有，咁啊聞說呢，全世界都係得4 set 嘅啫。咁啊1950年代到今日嘅 Navitimer， 咁啊全世界得4 set，其中一 set 就喺澳門呢一度啦。咁我嘗試厚住面皮咁樣問啊，可唔可以攞出嚟拍一拍嘅呢？咁啊可惜因為保安嘅理由，唔可以攞上手近距離咁欣賞50年代嘅嗰一隻啦。不過都唔緊要，呢度亦都有翻4隻今年推出嘅 Navitimer， 分別咧由大到細啦，比較原汁原味嘅 46mm， 咁啊細一碼嘅 43mm 啦，以及近期再度回歸翻小標徑嘅 41mm 嘅。咁當然先睇一睇 46mm 先啦，因為係比較原汁原味，亦都符合翻 Pilot 錶應該有嘅大細啦，比較大隻嘅。咁而 Navitimer 呢一個系列呢，雖然初代至今呢嗰個錶盤個設計呢近乎就冇咩大改變，咁但係每年推出嗰個款呢，實在有太多唔同嘅輕微嘅變化。咁例如唔同嘅 Breitling 啦，新舊嘅 logo， 或者最新款用翻 AOPA 嘅 logo， 總之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變數啦，花多眼亂嘅。咁而呢一隻配飾呢，亦都係翻經典 Navitimer 嘅黑盤啦，黑標盤啦，銀白色嘅一個 subdial 嘅，咁呢個就係最經典一個 Navitimer 嘅款啦。咁用上咗 B01 嘅一個自家自動計時嘅機芯。咁個機芯嘅話，其實就我會覺得係比較基本嘅打磨啦，就一啲都唔花巧。咁啊，始終都係一隻工具嘅實用錶啦，咁絕對收貨噶啦。以呢一個機芯嘅打磨。咁另外 43mm 咧，亦都有翻近期好火熱嘅一個冰藍面啦，咁啊好輕微嘅一個冰藍色，咁啊現場睇嘅話呢，就好似銀色添嘅，即係你就咁攬眼睇有啲似一個銀色添嘅。咁另外一隻 43mm 呢，就18K 金嘅，咁啊全金嘅 Navitimer 呢，其實就好少推出嘅，因為多數可能都會跟翻個皮帶，咁但係全金嘅話呢，就真係好少見。而呢一隻全金呢，個價錢亦都去到接近30萬噶啦。咁
因為最後呢隻就係大標熱潮退卻後嘅一個產物啦，41mm 喺幾年前呢，我諗41mm應該啲人會絕對覺得細嘅。呢一隻就係一個深藍色放射面嘅一個標盤嚟嘅。咁喺呢度都比較一下46mm同43mm啦。咁單純一個標盤嗰個佈局嚟睇呢，其實我個人就覺得43mm就好睇啲嘅。咁比例上好似亦都比較完美一啲嘅，我自己覺得呢個係我個人嘅意見啦。咁而41mm 嘅話，呢度呢，你會見到個飛行滑尺嘅內容呢，其實都齊嘅，不過明顯呢就顯得有啲好似緊逼咗啲，好似逼咗啲啊入邊啲數字。咁啊，值得一提嘅就係呢1950年代嗰個初代版本呢，咁其實都只係 38.5mm 嘅啫。咁而 43mm 戴上手嘅感覺就咁樣啦，其實就幾適中幾舒服嘅。咁自己呢就幾中意 43mm 呢一隻嘅，即係有啲唔係好捨得除翻落嚟嗰個感覺。咁特別是呢個冰藍色呢，其實就好靚，我覺得。咁另外 41mm 嘅感覺啦，雖然我隻手呢都算係幼嘅，我隻手咁 41mm 都還好啦。不過如果俾我揀呢，我都會揀翻 43mm 嘅。咁46就可能有啲大啦，43就啱啱好。咁但係又咁喎，41mm 嘅話呢，就反而可能打動到女士嘅一個 market 啦。因為我諗女士戴 41mm 都絕對冇問題嘅。咁至於個價錢方面呢，點解我會話佢定價都算合理呢？因為佢哋都係由6萬幾蚊起啦，去到8萬幾蚊啦。即係如果以鋼款嘅話啦，咁就視乎個大細啊，甚至乎視乎可能有啲微妙嘅分別啦。咁啊6萬至8萬蚊左右啦。咁而呢個價錢你買到咁多嘅特色，咁你話作為標迷點樣去抗拒呢一個 Breitling 嘅 Levitima 啦？咁我自己其實就仲未擁有 Breitling嘅，咁拍片呢一刻呢，其實都覺得非常之毒嘅。咁特別是攞完上手睇呢，你會更加中意。咁成個 Levitima 實在太過吸引啦。如果我要買一隻嘅 Breitling 呢，咁我都應該一定會揀翻 Levitima 嘅呢一個系列嘅。咁啊，講咗咁耐啦，咁究竟嗰個飛行滑尺係點樣用嘅呢？相信好多朋友都好好奇點樣用。咁啊，Breitling喺呢一度咧都好用心咁製作咗一個飛行滑尺嘅 souvenir 啦，咁一個手信你可以攞走噶啦，咁啊值得收藏嘅。我覺得簡單啲嚟講呢，其實飛行滑尺呢主要就係計算一個乘數啦，同埋除數嘅。咁而咁呢，就可以引申到理數嘅一個轉換啦，以及貨幣嘅一個兌換率。因為說到底呢，呢兩樣嘢其實都係個乘數除數嘅啫。咁呢度就做一啲示範啦。咁例如乘數嘅話呢，就會用內圈嗰個紅色呢作為一個參照嘅點嘅。例如喺呢個情況，你想計下15嘅乘數啦，咁就將15個外圈呢就對正嗰個10嘅。咁例如呢個情況，你想睇下15乘5嘅話呢，你就揾翻相關啦，咁就會計得到係75嘅。咁例如你想乘4嘅話呢，就會乘咗60噶啦。咁又或者例如15乘2啦，咁就即刻計到係30噶啦。咁但係照自己減翻一個0或者加翻一個0啦，喺呢一度嘅話就。咁相反呢，除數嘅話呢，都喺內圈個紅色呢就揾答案嘅，好似呢個情況咁啦。例如90除以 4.5 啦，或者叫做 4.5 啦，就等於20咯。當然你話90除45就會等於2啦。就或者例如好似再試一試啦，例如下邊呢一度咁樣啦，30除以2啦，我當佢除2啦，個答案就係15啦。個用法呢，其實就係咁樣嘅。咁其實都幾神奇嘅呢樣嘢，基於一個比例啦。咁但係你會留意到呢，就19去到25呢一個呢，就特別密嘅呢一個。咁成件事就幾神奇嘅。但係你話30去到60呢一個位呢，又疏翻嘅，所以就好神奇嘅一樣嘢。我都覺得，即係當然我唔係一個飛機師啦，但係就非常之神奇。而另一個做法呢，就係將 km 啦、公里啦，轉換成為其他嘅一個單位啦，例如海里啦，亦都成日都用到嘅，亦都可以轉換成為英里啦，都係一啲航空嘅時候經常會用到。咁例如喺呢個情況，假設你話95公里嘅話呢，會演變成為幾多呢？咁你又一睇呢，就即刻會見到大約就51.5嘅
海里啦，同埋59.5左右嘅英里嘅。咁又亦都因為咁呢，就可以睇到成個海里、公里、英里嗰個關係啦。咁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相信我諗唔少觀眾呢，可能都第一次了解呢一個飛行滑尺點樣用嘅。咁聽講啊 Breitling 嘅朋友介紹啦，咁就算今時今日嘅飛機師呢，就算佢哋學點樣揸飛機嘅時候呢，都要學習點樣去用呢一個飛行滑尺嘅。咁今集就好快同大家介紹咗 Navitimer 大概嘅一個歷史啦，希望引起到大家對 Breitling 嘅興趣。咁另外澳門區嘅觀眾呢，就記得嚟睇一睇呢個澳門銀河嘅 Pop-up Store 啦，非常之值得參觀一下嘅。咁亦都希望每一位觀眾啦，因為呢條片呢，大概認識到飛行滑尺點樣去用。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